大家好，我是魔法创作室，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你知道吗？手机不用时，不要这样子放在桌子上，难怪手机坏得快，很多人都还搞不清楚呢。下面就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说到手机，现在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和别人同一时期买的同一款手机，用了1年之后，别人的还是新的更新，买回来的时候的样子，而发现自己的手机却变得破破烂烂的，用起来也不好用了。那么你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手机在不用的时候，放手机的方式错了。你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手机充电的时候，我们也是直接把它放在床头柜，或者是桌子上呢？不分正反面，直接随手的就摆放在上面了。大部分朋友摆放的时候，还是手机屏幕朝上，这样直接摆放在手机上面。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手机的背面有摄像头？有些朋友可能会想，谁的手机后面没有摄像头啊？那谁都是那样放的，就是因为这个小失误，就导致了我们的手机更容易坏。怎么这样说呢？因为摄像头它上面没有任何保护膜，当我们把摄像头的这一面直接平平的摆放在桌子或者是床头柜上面的时候，有可能桌子上面或者是床头柜上面会有一些细小我们很难发现的一些微小颗粒，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把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刮花了。那么手机摄像头刮花之后，我们再去拍视频、拍照片，拍出来的效果就特别的差了，甚至出现模糊的情况。而且当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出现刮花的情况的时候，这种的情况是不可逆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并且造成的这种后果是不可逆的。除此之外，这还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手机屏幕对于手机屏幕的危害也是不可逆转的，非常的大。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就会觉得有点懵了，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手机屏幕是手机上面最脆弱的一部分，而我们的手机屏幕如果直接这样朝向摆放在桌面上的话，万一出现什么意外，手机屏幕很容易就破裂了。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能有什么意外出现呢？那么这里就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的桌子上面，经常我们会放水杯，或者是摆放一些装饰品、花瓶以及孩子的一些玩的、一些小玩意儿等等。那么如果是水杯的话，如果我们的手机正好摆放在桌面上，而自己正好有拿水喝，或者是和家人朋友聊天，一不小心碰到了水杯，这个时候水杯就被打翻了，那么水就会泼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就会导致手机进水。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手机影响是非常大的。除此之外，那么如果是我们拿起水杯喝水，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一不小心杯子没拿稳，或者是自己的玩具拿在手上，一不小心掉下去，刚好砸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那么这个时候手机屏幕就会出现破损。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手机要去换一个手机屏幕的话，少说也要200-300，贵一点的600-700、700-800等等不等。那么就因为我们摆放的方法不对，而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巨大损失，是不是就感觉心里面特别的亏呢？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手机上都有各种的 APP 以及软件等，比如说大家手机上面都会下载一个微信，现在微信不仅可以和朋友聊天，以及一些比较隐私的信息，和工作上面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信息和内容等等。如果我们的手机屏幕朝上的话，那么当我们的微信上面有信息过来的时候，那么就很容易将我们的重要信息泄露出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隐私就没有了。所以呢，手机屏幕朝上不仅对手机的危害非常的大，而且也容易暴露一些我们个人的隐私。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将手机屏幕朝上摆放，正确的摆放方式是一定要手机屏幕朝下摆放。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把手机的保护壳去掉后，可以发现手机的背部它是一个金属的比较坚硬的材质。如果当我们手机屏幕朝下这样摆放在桌面上的时候，那么手机是比较安全的。这样第一个方面可以防止我们的照相机、摄像头被划伤、划花。第二个方面
我们的手机壳背部是完全由金属制作而成的，非常的坚硬，而我们的手机屏幕上又会贴上一层保护膜，这样呢可以保护我们的手机屏幕受到一些损伤。那么当我们的手机屏幕被倒扣在桌面上摆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用去担心手机屏幕被划花了，因为我们在手机屏幕上面贴上了一层钢化膜，而这个钢化膜如果被划花之后，我们是可以随时换掉的，所以呢是比较安全的。再一个，我们的手机背面它是金属的，比较坚硬，就算这个时候有一些物体砸下来，那么也可以保护我们的手机不受到严重的损伤，并且手机上面有重要的信息发过来的时候也不会被别人发现。所以我们在摆放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机的屏幕朝下，这样摆放在桌面上才是正确的摆放方式。你学会了吗？说到这里，我们那么用手机，现在很多人都是一部手机就直接出门了，因为手机不仅仅有电话通话信息功能，还具有支付功能，所以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基本是不会带现金了。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出行并不是一部手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还是需要用到现金的。比如去菜市场购买一些菜，那么很多爷爷奶奶他们都是不会用手机支付的，这个时候他们都是需要现金，因此有时候我们只是拿一部手机出去，还是会有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在手机的背面准备上一张现金，尤其是对于一些老爷爷老奶奶来说，我们还需要准备一张每天出行必备的公交卡。像一些老爷爷老奶奶出门的时候，公交卡就很容易忘家里面了。其实呢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手机的壳打开，把公交卡摆放到手机壳里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准备一张现金也放到手机壳里面。准备的时候我们把现金对折一下，也一起放到手机壳里面。放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注意把手机的摄像头留出来，还有我们触屏的地方，千万不要用钱和公交卡把这个位置挡住了，不然会影响到我们手机的正常使用。现在再把手机装回来，那么像这样我们出门就可以只带一部手机了。这样呢，我们去坐公交车的时候直接用手机轻轻触碰一下刷卡的地方，那么就可以完成刷卡了，非常的方便。如果遇到需要用现金的时候，那么打开手机壳也可以很好的解决一些尴尬的问题了，所以呢非常的方便。这样子这个方法你学会了吗？好啦，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点击我的视频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别忘了关注我哟。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了。